新华网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肖战。我记得是19年年底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剧本，当时我就觉得还挺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被这个人物的他的那种积极向上的一个能量所打动。但是当后面我自己有一些经历之后，跟我的年纪也增长了以后，我自己会有一点小疑惑，我会觉得我可能没有信心再去演这样的一个弟弟的角色了。但是后来我又看了调整之后的剧本，其实盛阳我发现他其实是很成熟的，就是我饰演的这个弟弟，他不仅是有大家看到的稚嫩的那一面，然后也有去完成自己工作跟使命的那一面，所以我还挺喜欢的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像一个小太阳一样，照亮别人，温暖别人，然后很积极向上，然后遇到困难不服输。我觉得他遇到压力的时候，他表现得比外界看他要成熟，职场上的压力，然后以及家庭上面的压力，生活上的压力，我觉得各方面的吧。有是肯定会有，因为这个职业都是一样的嘛，都是设计师。我会在拍的时候经常会去想，我之前在工作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，然后我应该去怎么样的完成这一场戏，对，让大家觉得说，好像他是真的在上班，而不是在演。其实真的很忙，真的很忙，而且当你不停地面对电脑屏幕的时候，你的眼睛会很酸很酸，所以有时候我会在戏里面会揉眼睛，然后会去看一下窗外。其实这个都是我当时会做的，我自己在上班的那段经历里面自己会做的事情。肯定有，我觉得这是一种对自己工作的肯定，也是对自己价值的肯定吧。当然有啊，就是前期围读跟导演，然后跟主创演员们一起，因为我想的是说，这个《教案伴我》这个剧，它对于我来说的难点是，它很生活，它是一部生活流的都市剧，我要怎么去演，才能让大家觉得我没有在演？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是可能最难的一点吧。其实就是把盛阳他的一个家庭环境，然后自己想清楚、理清楚，他的成长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样子的，他在职场里面的经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，然后以及他每天干的一些工作量是什么，自己理一遍，然后你在演的时候就会清楚很多。肯定有啊，因为剧本里面有了嘛，所以就是我跟导演还讨论过这个点，我记得就是盛阳在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，他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。其实我是觉得他已经习惯了，但是他又不安于现状，所以我觉得在演的时候，我会浅显的演出一些跟组长的对抗感，对，但是又不是我要冲撞你，已经积压到一个没有办法再继续忍耐的一个地步了，对，所以他就爆发了。因为我觉得没有办法，因为就要生活嘛。如果你干了很冲动的事儿，可能一时爽，爽完之后呢，就会后悔。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家境是什么样子，他也知道自己不能没有这份工作。你是说肖战本人吗？肯定会有啊，肯定会有。其实没有说周围的朋友，没有说特别像电视剧一样，来，今儿我给你说一段鸡汤，其实可能就是短短的一句问候，最近还好吗？啊，看你最近不错啊，还好吗？就是很简短的这样的一个问候，就会让我觉得很暖心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在盛阳身上看到自己，就是你们在生活里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，职场里面也是一样的，但是我希望你们像盛阳一样，不要放弃，不要轻易的放弃，以及要学会用方法去战胜困难，去面对困难，而不是一意孤行的
横冲直撞吧。那比如说我在职场里面遇到上级对我就是欺压的话，我可能不会选择像盛阳这样一味的容忍，以及就是积压到最后爆发。可能我会通过一些点，然后我会去跟领导去表达，就是我会让你知道我在意这个事情，对，但是我不会直接的冲撞你。对，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有方法解决的，不要放任它不管，然后以及到最后积压爆炸。我觉得选择的标准的话，首先是能打动我自己吧。其实之前我也说过类似的问题，就是所有的剧情也好，角色也好，都是要先打动我，然后我才会考虑我有没有信心去诠释，然后去演。我觉得不仅是信任吧，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会爱这个角色。我当观众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兴趣看下去？我说我想演一个迷人又可爱的反派角色，我相信一定会有的。其实我觉得生而为人的话，每一个人他都会有自己的苦衷，然后跟自己不同的生长环境造成他这样的一个性格。所以我如果去饰演一个反派的话，我也不会很单一的把它演成一个很脸谱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吧。我觉得我看的最多的就是大家觉得说，哎，好像他这一次的表演方式跟形象不太一样了，好像是之前没有见过的肖战。我觉得这个就很让我开心，那我就觉得说，那我的目的达到了。我希望就是包括之后我接的影视作品的话，我还是希望能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跟不一样吧。我觉得不是介意吧，我觉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，那观众如果是很善意的指出你帮助你去进步啊，给你一些很善意的建议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必须得去接受的，这是我们的职业属性，我觉得不到工作狂，但是算是热爱工作吧，我觉得这有什么好辛苦的，这是工作。我的好像就是待家里，然后睡一觉，我就会很开心，真的就像前几天我们连续拍了大夜的戏，然后觉得啊，睡了一觉之后就感觉整个复活了，就会很开心。无论是就像您刚刚说的咖啡、红酒或者旅行都行，只要是适合自己的。我觉得睡觉是一种方式吧，就是我喜欢一个人待着，然后可能也会想想后面该怎么样，然后也会想想前面该怎么样，哪些做的还不够好。怎么说呢？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尊重以前发生的事情。对，我觉得说我可以允许自己以前做的不完美，但是我接受，因为我觉得在当下我都竭尽全力了，所以哪怕在最后呈现出来还是会有一些不完美，但是我尊重它，我接受它。然后至于明天，我还是先过好今天吧。我现在基本上每天有时间我就会健身，因为我觉得一个良好的体魄这个是必须的，不然工作压力可能身体会先吃不消。我觉得首先必须得是这个作品跟角色传递出来的是正向的能量，它能感染观众，然后能给观众带去一些启发，以及能让观众相信。好比就像盛阳吧，我觉得能让现在的年轻人认识到，其实生活里面不像影视剧一样，每个人都可以有金手指，你想要的就得踏踏实实的去面对生活里面的困难，直面它，战胜它，然后去实现自我的价值。其实也不是说不喜欢规划未来，我觉得对于未来来说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吧，
比如说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未来我的工作重心的话，肯定是演戏，然后是以演员的身份去跟大家见面。我估计还是顺顺利利、健健康康吧，